你好，我是艾利克萨利，我们又见面了。那么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这个美债危机以及它违约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争取在一个视频中去讲明白为什么美债危机有可能呢会带来更大的金融海啸。那么美债危机对币圈呢是利好还是利空呢？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呢，该怎么去规避这可能到来的金融大震荡呢？好，我是艾利克萨利。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的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咨询进去的方式。好，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重点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呢，已经多次发出警告称，如果说国会呢不尽早采取行动，暂停或者是提高这个债务的上限，那美国政府最早可能在6月1日就出现债务违约，而且呢，这将对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产生灾难性的影响。那么耶伦的这个警告呢，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层次的信息。那他提到了，这不仅仅是美国本身的危机，它也是全球的一个危机，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那要理解耶伦的信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定的背景知识。那美债是什么，以及债务上限等概念那美债呢，是美国政府向公众筹资的一种方式，用于资助政府的预算和借贷。通常的期限呢是10年、30年、50年等不等的期限也有短期的2年的、3个月的等等等等。而且呢，一般会被认为呢，这个美债是最安全的投资品种之一。那很多的基金公司稳妥的基金公司，他们都会配置一定比例的美债。那因为美国政府具有非常强大的偿还能力，这在历史上呢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很多投资者呢将美债呢作为保值和稳定声誉的工具，那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债券市场之一。那自18世纪以来呢，美国政府的在绝大部分时期呢都是属于财政赤字的状态，也就是说政府的支出呢在多数总统的任期内都是高于其财政收入的。那美国政府举债成了惯例，而政府债务的规模呢也一直随着政府赤字的规模而增长。简单点说呢，就是寅吃卯粮，遇到正常的年月呢，年底的收成呢可能可以还清上一年的欠款，但是遇到灾荒战乱，政府的收入就不够还款的了，那也就是出现我们上述所说的这种财政的赤字。最近10几年美国债务的规模呢更是大幅度的增长。那这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最近几年的新冠疫情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政府呢背负了庞大的支出的压力。另一方面呢，还是因为美国人口老龄化，导致政府医疗支出不断的上升。那拜登政府推出的大规模的基建的政策，也是导致财政支出呢大幅的增加。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税收入并没有跟上支出的步伐，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和川普政府批准了减税的政策之后，那税收的压力更是与日俱增。很明显呢，就是美国政府对外借的钱它还不上了，需要提高上限，那再去借一点才能维持目前的开销。但是目前有一个上限的这个问题这个上限呢也是一战的时候国会制定的一个规则，也就是限制了美国政府它不可以无节制的去提高上限。那其实说是这么说那美国国债提高上限它也发生了100多次。那到了最近的几个总统的任期，那国债的上限呢也是屡创新高。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最新的国债的上限是18万亿美元，在2015年创造的。那到了川普时期呢，这个数字呢更是提高到了22万亿美元，在2019年3月份。此后呢，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国会暂停了债务的上限，以暂时取消美国政府的支出限制，这导致了美国政府的债务呢疯狂飙升到了27万亿美元。那到了2021年，美国国会最新一次提高债务上限，那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已经到达了目前的31.4万亿美元，相对于1917年最初的债务上限115亿美元，已经足足增长了超过2700倍。那问题来了，能不能直接开动印钞机，大量的去印美元去还债呢？答案是理论上是不可以的。那美联储印纸币的这个权利和责任呢，是被授予给了美国的财政部，而不是这个美联储自己。那因此呢，这个美联储想印刷大量的这个钞票，那也是需要财政部的授权才可以这么做。另外呢，财政部也需要考虑大量的印刷钞票的潜在带来的这个后果和不好的影响。那比如说通货膨胀和这个货币贬值等等问题
那另外呢，即使财政部授权给美联储印刷大量的钞票，那这种做法也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担忧和不信任，从而导致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因此呢，这个美联储呢是不太可能简单的通过印刷钞票来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所以说美国还要考虑债权国的感受，不能为所欲为。那想要再次提高上限度过危机呢，就需要国会两院的投票通过。但是呢，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党呢也是僵持不下。那这样的情况呢，在2011年也是发生过的。那后来奥巴马政府在最后选择妥协，选择了削减政府的开支，才通过了投票。那一次跟现在不同的是，当时的情况也是逼近违约，那这一紧张局势也是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剧烈的波动，那美股一度大跌，并直接导致标准普尔首次下调美国的主权信用的评级，这使得美国面临更高的借贷的成本。所以说美国第二年，也就是2012年的借贷的成本上升了13亿美元，并且在之后数年连续上涨，那基本上就抵消了当时两党谈判中一些成本削减的这种措施。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上述的市场的动荡也只是短期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削减意味着美国多年的这个预算紧缩，这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长期的影响啊，比如说拖累美国的经济复苏。那美国的左翼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乔西比文斯在回顾2011年债务危机时表示说在实施这些削减措施时，我们仍处于相当低迷的经济中，并且正处于从大衰退中复苏的阶段。他们只是让复苏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时间。在接下来的6-7年里，美国政府没有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为他们在财政支出上被大幅的削减。而如今这场债务上限的危机呢，也被很多人看作是2011年债务上限危机的翻版。那美国国会面临类似的分裂的局面，美国经济呢也是处于类似的衰退的环境之中。即便是美国两党能够重演2011年的戏码，在最后的关头呢，能够达到这种妥协，提高了债务的上限，那由此带来的短期市场动荡和长期的经济损害恐怕也将再次重演。那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于美国国债危机的信息的掌握呢，肯定是大于我们的。而且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啊，都存在这样的债务危机。那其他的欧洲的这种小国家呢，会怎么样呢？我们不得而知。那前几年希腊的债务危机呢，也是给全世界带来一定程度的金融海啸。所以说耶伦才会发出警告说，这可能会给全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啊。尤其是美国国债的债权国啊，日本和中国是最大的这个美国国债的持有者。而如果说美国发生了违约的行为呢，这两个国家呢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也会暗示其他的国家的国债呢会更加的不值钱。那么这么一来，多米诺骨牌效应呢就会出现，从而引发更大的金融海啸。所以说目前全世界都很紧张的盯着美国国会两院的这种情况，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大家呢都会对自己的投资负责而担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主权债务危机对于投资者的影响。那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呢，就是金融危机。那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会受到冲击，而大量的资金呢会从这些市场流出，导致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但是呢，与此同时，比特币市场呢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也就是说，投资者会选择将资金呢转移到比特币的市场，因为比特币不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而且呢其市场的这个价格波动较大，对于投资者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那事实上，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比特币那时候还没有出来，但是呢黄金这种类似的避险的资产的价格呢是大幅的上涨。那此外呢，在2011年的欧债危机当中比特币的价格呢也是大幅的上涨。那这说明了在屡次的金融危机当中，投资者呢可能会将资金转移到比特币和黄金这样的这个避险的市场，那以期得到更高的回报。另一方面，那主权国家危机和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人们对传统金融体系的不信任，因此呢，很多人在寻求另一种金融投资方式。这个时候呢，比特币自然就成了他们的这个优势的选择。那对于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和匿名的这个性质很多人开始将其视为一种避险的资产。那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考，那也就是我们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那比特币作为一种新兴的加密货币，那在金融危机当中的表现呢，是值得人们进行思考的。当然了，我们需要认识到比特币市场同样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那需要谨慎的投资和管理风险。所以说一旦
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那普通人应该早一点跑掉手里面的股票。那如果说你有大量的房产不方便跑掉的话，那你要想一下这个房产该怎么样去规制一下。那选择适量的买入避险的比特币或者黄金。那我本人呢是不喜欢买黄金的，因为实物黄金拿着不放心，那纸黄金那说白了它还是纸，那还不如比特币拿着踏实。当然了，一旦出现2020年312这样的暴跌的话，那我一定会重仓去抢比特币。那与此同时，那美国的地方性的银行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啊。那美国南加州大学、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斯坦福大学这些经济学家联合撰写的一个报告指出啊，美国不少银行和硅谷银行一样持有大量的未受保护的存款。那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如果有半数的储户决定提取其未受保护的存款，那根据估算呢，那全美将会有186家银行可能会因遭遇挤兑而资不抵债，那像硅谷银行那样垮掉。那传统银行倒闭的越多，对加密货币比特币的利好呢就会越多。那这个道理呢，相信币圈的朋友们都会很容易理解哈。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学习和投资有所帮助，请点赞视频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